一名大陆配偶在台湾公开叫嚣武统，结果会怎样呢？最近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，引发轩然大波。最近台湾社会出现一起闹得沸沸扬扬的舔共陆配风波。所谓舔共陆配，就是指那些来自中国大陆嫁到台湾的配偶，却公然在台湾替中国共产党说好话，甚至鼓吹武力统一的人士。这件事情的导火线是一位在网络上相当活跃的中国籍配偶，他在大陆流行的短视频平台抖音上经营一个名为亚亚在台湾的频道，拥有数十万追随者。他不仅分享在台生活点滴，还多次发表挑衅言论，公开鼓吹对台湾发动武力统一，也就是所谓武统。对台湾人而言，武统这两个字可是踩到红线的禁忌，听起来毛骨悚然。有人还开玩笑说，以后在台湾打麻将拿到武统牌时都不敢直接喊出武统，因为谐音听起来就是武统，免得惹麻烦。这种戏谑的玩笑背后，其实反映出大家对武统议题的恐惧与反感。亚亚的言行自然引发台湾社会强烈谴责，许多网友怒斥他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享受着台湾自由民主的生活，却幻想解放军来攻打台湾。有人更直接给他戴上舔共的帽子，意思是说他一味迎合中共，庞佛在替共产党舔靴。随着舆论发酵，许多网友纷纷向政府检举亚亚的行为，要求相关单位展开调查处理。其中动作最快、声量最大的当属一位昵称八囧的台湾网络名人。他平时就以反共立场鲜明著称，经常在社群平台揭露亲共势力的动态。这次他也毫不客气地跳出来，号召大家一起向移民署检举亚亚。其实除了亚亚之外，近期还有几位在网络上活跃的陆配也被发现发表类似言论。例如经营在弯弯正能量账号的陆配恩启，以及另一名常在影片里挥舞五星红旗，宣称台湾是中国领土的陆配小薇。他们同样被怀疑在替中国进行统战宣传，在台湾社群引发了不小争议。目前在台湾的陆配人数将近40万，绝大多数人都只是平凡的过日子，努力融入台湾社会，并不会去碰触敏感的政治议题。许多陆配为台湾家庭奉献心力，他们爱护自己的新家园，有的甚至比本地人还爱台湾。因此这次几位高调的舔共陆配惹出争议后，不少其他陆配反而感到气愤，觉得是这些少数人败坏了陆配群体的名声。一位中国籍配偶何新瑶就公开表态，力挺移民署对亚亚的处置。他直言台湾这次做的是对的，因为那些极端言论是在害台湾，也让守法的陆配蒙羞。不过何新瑶也表示，有些政治人物在谈论此事时把所有大陆配偶都贴上嫌疑，让许多无辜的陆配感到委屈。他希望社会大众理性看待，切莫因为一颗老鼠屎打一船人。事件延烧之际，网络上还出现一些真假难辨的传闻。有人声称亚亚是假结婚，曾经有过前夫，甚至把前夫的孩子和自己的父母都带来台湾等等。连执政党阵营内部和民间团体都有人一度转发这些未经证实的消息。事后澄清发现，亚亚并非二婚，她和台湾先生所生的孩子都还年幼，父母也只是短暂来台探亲，并未长居台湾。换言之，这些传言多半是夸大不实的。亚亚本人在被废止拘留后，也拍摄影片喊冤，否认自己鼓吹武统，声称遭到了误解。不过多数台湾民众对他的说法并不买账，认为他只是事到临头才来撇清，而他离境前发表的一些言论也被批评缺乏反省。面对亚亚等舔共陆配引发的舆论压力，主管机关内政部移民署很快采取了行动。移民署接获检举后，随即约谈亚亚到案说明，同时调查他的发言内容。经过初步认定，认为他的言论已经超出单纯言论自由的范围，涉及危害国家安全。依据现行法律，移民署有权对有这类情节的外来人口废止居留资格。具体来说，就是根据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》及其相关办法规定，如中国配偶有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安定之余，移民署可以废止其依亲居留许可。过去以这种理由取消陆配居留的案例相当罕见，可见当局认为情况严重，必须祭出重拳。移民署在3月中旬正式对外宣布，他们已依法废止亚亚在台的依亲居留许可，并限令他10日内离境。
否则将强制出境。此外，未来5年内他都不得再申请来台依亲居留。简单说，亚亚丧失了台湾配偶的居留资格，必须打包回中国，且至少5年内别想再回来。这一项消息一出，立刻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讨论，许多人拍手叫好，觉得很痛快，直呼台湾不是没有手段吗？终于对这种吃台湾、骂台湾的人不再姑息。一些原本还观望的人看到移民署认真办事，也纷纷表态支持，认为政府总算硬起来了。这下让他回大陆好好反省去。移民署署长钟景坤也亲自出面说明立场，他强调台湾尊重言论自由，但绝对不容许有人公开主张以武力消灭我国与主权，这已经触犯法律，必须严肃处理。他表示，移民署近期针对相关案件都在积极调查，包括前述被点名的恩启和小薇，也都已约谈到案，要求他们来陈述意见。换言之，移民署并非只办亚亚一个，而是对所有被检举的亲共陆配一视同仁地展开调查。他同时澄清，有人影射移民署之前对这些案例消极不办，这是不符事实的指控。钟署长解释说，行政机关办案得依法行政，在做出处分前需要搜集完整证据，并给当事人申辩的机会，这些法定程序一步都不能少。所以并不是移民署不作为，而是必须按照规定走完程序，才能端出让社会信服的处理结果。内政部部长刘世芳也对此事发表看法，他明确表示，言论自由不是可以拿来进行武力统战或武力侵犯的借口。这位内政部长强调，像亚亚这样的行为，政府就是依照相关法律来严办。我国是民主法治国家，在法规范围内会严格处置这类危害国安的事件。同时，刘部长也提到，立法院之前有人提案想缩短陆配取得身份证的年限，但以目前的国际情势来看，风险提高。如果有立委提出这类修法，内政部立场是倾向不宜贸然调整。这番话其实话中有话，透露出官方对陆配政策的戒慎恐惧。毕竟，陆配身份取得的门槛牵涉国家安全和两岸关系，不能只从婚姻家庭的角度考量，还得提防可能的渗透风险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国方面也对此事做出了强烈反应。国台办发言人不但指责民进党当局伤害大陆同胞感情，还对检举人巴炯出言辱骂，称他是宵小之辈，鸡鸣狗盗，替虎作伥，扬言日后必遭严惩。如此大动肝火的表态，反而让台湾舆论讥笑地说，巴炯这下在中国被列入黑名单了，也从侧面证明这些亲共陆配的言行确实和对岸的统战议题紧密相关，否则北京不至于跳脚成这样。面对北京的叫骂，台湾这边多数民众对政府依法处理亚亚案表示支持，不过也有法律界人士提醒，驱逐出境毕竟是非常强烈的措施，要确保这样做有充分法治依据。有人质疑，亚亚毕竟没有真的组织什么武装行动，他讲那些话多半也只是逢迎大陆网友的嘴炮，对台湾的实际危害有限。直接把一个已在台湾成家育子的外籍人士驱逐出境，5年内不得回台，这样的惩罚是否过重，甚至影响到他未成年子女的权益？像这样不同声音，让社会开始思考该如何拿捏国安与自由的平衡。毕竟台湾过去有白色恐怖的历史，老一辈记得当年刑法第100条的叛乱罪如何钳制言论，后来经过民主化努力才修法松绑。我们珍视言论自由，但也必须面对敌对势力渗透的威胁，这两者之间如何平衡，可说是一大难题。事实上，台湾近年来已陆续强化相关法规，以防范共谍与统战渗透，先后通过俗称国安5法的修法，以及制定反渗透法，专门打击境外势力干预。我国法律对间谍行为、为敌方搜集情报或接受指示资金等行为都设有严厉刑责。然而，这些法条多半需要查证到具体的指挥链或金流证据，对于单纯在网络上鼓吹集权、散播统战言论的人，往往难以适用。也因此，目前出现了法律空隙。像亚亚这类虽未直接参与敌对行动，却积极为敌方宣传的人，到底该如何处置？是应该通过新法加以约束，还是维持现有的自由弹性？这些都是朝野接下来可能激辩的重点。值得注意的是，
法律界也曾为类似情况伤脑筋，曾有一名陆配涉嫌收受中共资金在台发展地下组织，结果法院1审、2审都判他无罪。原因是他虽然散布了不利台湾的资讯，但并没有真的策动武装行动。依照现行法律，光是宣传和组织意图还不足以定罪。对此现象，有检察官就直言，难道非得等到他们真的动刀动枪才能办吗？但从另一个角度看，正因为法律慎守人权底线，不随意扩张政府的处罚权，台湾才避免走回过去戒严时代钳制言论的老路。在政府出手处置亚亚的同时，民间也有一股力量在酝酿行动。前面提到的网红八九，除了检举之外，他还决定号召举行街头游行，以表达民意，向政府施压。在他的社群贴文中，可以感受到满满的怒火和行动力。他认为移民署对于其他几名舔共陆配的处置仍嫌太慢，甚至公开放话说，若移民署在指定期限前不对其他舔共陆配的案件作出交代，他将发起集会游行抗议，高喊自己是台湾人，要反共到底，作为这次活动的主题口号。根据巴囧透露的消息，预计游行会在4月中旬的周末举行，地点可能选在台北市区具象征意义的场所。巴囧还在网络上发布了集会的调查表单，征求志同道合者响应，显示这次行动是有备而来，并非随口说说而已。尽管目前还无法确定实际参加人数，但从网络讨论的热度来看，应该会吸引不少关心两岸问题的民众。有支持者留言表示，一定要去声援，不能让舔共分子在台湾嚣张。也有人认为这是表达民意、督促政府修法的好机会。这场我是台湾人，我反共集会游行的诉求主要有2点：一是要求政府严查并遣返所有在台从事统战宣传的外籍人士；二是敦促立法院加快研议修法，补上法规漏洞。巴囧强调，如果移民署碍于现行法规，无法有效处置这些舔共外籍人士，那大家就罢免那些亲共的民意代表，通过选票让我们的国安和反渗透相关法律可以修订得更完善。社会舆论方面，这场游行的消息一出，也引来热烈讨论。赞成的人认为，台湾过去对中共渗透缺乏警觉，如今民间自发组织起来反共，正是时候。他们觉得政府常常基于各种顾虑，不敢完全强硬，民间力量可以适时推他们一把。也有人认为，通过和平游行展现民意，是民主社会正常的运作方式，能让国际社会看到台湾人民对抗集权的决心。当然，也有不同看法者担心，游行可能激化社会对陆配族群的刻板印象。毕竟绝大多数在台中国配偶都是安分守己过日子，很多人真心认同台湾价值，他们不该被少数害群之马拖累形象。还有一些中立的声音提醒，活动应该理性平和进行，否则可能正好落入中共宣传的口实，让对方有机会大肆宣称台湾迫害陆配、反华等等。除此之外，在中国大陆的网络舆论场上，这起事件也引发议论。有大陆网友指责台湾此举是迫害大陆同胞，也有人反过来要求其他在台陆配表忠表态，否则就是妄祖叛宗。这类极端声浪让一些原本对台湾友好的陆配博主也倍感压力，担心稍有不慎就被两边夹击，腹背受敌。两岸间的敌意因此呈现出螺旋上升的态势，不仅官方隔空交火，民间也互相仇视，甚至波及无辜，着实令人忧心。亚亚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反应很快延烧到台湾的政治圈，成为朝野攻防的新战场。在野的国民党有几位立委对政府驱逐亚亚的举措提出质疑，主张言论自由是普世价值，亚亚即使言论再惹意，也不该动辄就被剥夺居留权，赶出国境。国民党籍立委王宏威就公开声援亚亚，认为他只是发表个人看法，不至于对台湾造成实质危害。政府如此作为有逾越人权、钳制言论之嫌。他还质疑，若今天有人在台湾喊台独口号，难道就可以被中国逮捕吗？我们谴责中国打压异议，但自己是不是也在搞文字狱？王宏威的这番言论很快成为蓝绿互相攻击的焦点。执政的民进党则抓住机会大力反击，他们召开记者会，痛批国民党只会对北京卑躬屈膝，
对共产党比小猫还温顺，却跑来声援鼓吹武力犯台的人，这种表现简直是数典忘祖。民进党发言人吴征指出，过去国民党要求全民反共，保密防谍，如今当台湾真实面对共产党渗透行为时，国民党却跳出来强力反对，凸显国民党是彻底的双重标准。吴征还质疑，国民党与其党主席朱立伦各种攻击羞辱台湾和中国的口径完全一致，全国人民早已看清国民党沦为中共附随组织。他进一步表示，国际社会对总统强化国安反渗透的作为都给予高度肯定，只有中国跳脚反对，而此时中国国民党却和国台办一唱一和，痛台湾政府。可见国民党口中的国际根本不存在，他们只会为中共马首是瞻。除了隔空交火，这起事件也引发了立法院内一些法案的攻防战。首先是在陆配在台权益及规范的修法讨论上，绿营立委认为现行法律对陆配从事敌视台湾的行为惩处力度不够。例如前述那位散播假讯息的陆配，最后只是以伪造文书等罪名判了拘役，居留权并没有立刻被取消，暴露出台湾法律在处理非本国籍人士危害行为时还有漏洞。因此有人主张应修订条文，明定外籍或陆籍人士只要犯下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，一经定罪就撤销其在台居留资格，让驱逐出境有更明确的法源依据。也有人建议增加惩罚宣扬极权主义、煽动暴力侵犯的言论规范，至少可以处以罚款或其他行政处分，避免未来再出现类似争议时，不是完全不处分，就是直接赶走这种两极化的处理局面。另一方面，蓝营立委则对绿营可能的修法动作保持警惕，他们担心民进党会因噎废食，定出过于严苛的规定，反而伤及无辜。比如可能影响那些无心政治，只是偶尔在网络发表两岸看法的普通陆配，甚至扩大解释到其他外籍人士。国民党强调，维护国家安全固然重要，但也要防止执政者以安全之名钳制自由。他们扬言，若有不当的修法企图，将在立法院起杯葛，不会让民进党为所欲为。还有一项和陆配相关的争议，其实在这次事件之前就存在不同看法，那就是陆配取得身份证年限的问题。按照现行规定，陆配必须结婚，并在台湾居留满6年，才能申请规划成为中华民国国民。一般外籍配偶则是4年。一向比较关心陆配权益的在野党立委曾提案希望缩短陆配规划年限，认为应该一视同仁。然而执政党面顾虑国安风险，迟迟没有让这类提案通过。如今发生亚亚事件，等于给了反对缩短年限的人更多理由。他们可以说，你看，万一太快让这些人拿到身份证投票，岂不是可能影响台湾民主？所以未来在这议题上，朝野的角力恐怕会更加激烈。支持陆配权益的一派还是强调不能以少数坏苹果污名整片果园，但安全派则主张宁可严一点，不可松懈。总之，这场舔共陆配风波从网络争议延烧到政治、法律和社会层面，成为近期台湾舆论的焦点。它牵动了言论自由与国家安全的辩论，也引发了对陆配族群的观感问题。移民署和政府高层选择强硬表态，展现维护国家尊严的决心，获得不少民众支持。但在自由民主价值下，也有人提醒要慎防过犹不及。接下来4月中旬的反共游行将是一个观察民意的指标，届时会有多少人走上街头，高喊台湾人反共的口号。立法院的朝野攻防也将持续，如何在保障自由与捍卫安全之间取得平衡，考验着台湾的民主素养。对两岸关系而言，这起插曲或许只是波澜之一，却已足够发人深省，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后续发展。经由这次事件，也让那些想利用台湾民主漏洞的人明白，民主并不等于纵容，挑战底线者终将自食恶果。可以说，台湾社会已用自己的方式给了这些舔共人士当头棒喝。